OK 了吗？好，记得你1分，那我们开始吧。陈老师可以开始。，OK，好的，全球各位亲爱的爱健康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九九，此刻正身处在中国的有福之州福州，向屏幕前的每一位跨越时区并肩同行的家人们问好。无论是您在祖国各地的伙伴，还是远在海外的战友们，能在这样一个充满能量的清晨与大家云端相聚，我在心中满是温暖与期待。首先，我要表达我的爱和感恩，很荣幸能再次和今天的主讲嘉宾陈源老师，我心中的女神，卓越优秀的团队长陈源老师搭档。在请出女神之前，我想先请大家在公屏中播出一波520和鲜花，让我看到全球伙伴们学习的热情，好吗？那我就先请出今天的主讲老师陈源老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线上的爱健康家人们，大家此刻好，我是陈媛。好，谢谢陈源老师，您请稍作休息。好，不知不觉我们已携手迈入了2026年的1月，这是新的一年的开端，也是我们为爱健康事业播种希望的月份。在这首月清晨的阳光里，藏着我们对全年成长的憧憬。或许是团队里又多了几位并肩作战的伙伴，或许是更多家庭因我们的分享收获了健康，又或许是自己在这份事业里突破了新的成长瓶颈。福州的冬天总是带着几分温润，就像我们彼此的陪伴，虽隔着屏幕，却始终有一份踏实的力量在传递。相信这份力量会带着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把健康传递的初心走得更远、更稳。今天是我们8米爱系统陪跑营行动圈之3的 B 训，我们聚焦行动，主题是暖身挖需求。在日常分享爱健康的过程中，您是否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困惑？明明产品很好，却总是开口被对方婉拒；明明对方有健康需求，却不知道如何自然的引导他说出真实的想法。又或者是自己和团队里的伙伴们掌握不好沟通的节奏，导致前期铺垫不足，后续推进乏力。别担心，今天的内容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来。我们会围绕沟通、暖身、挖需求、小组复制这几个核心的环节，拆解实战技术，更会结合大家在市场中遇到的真实案例，让每一个知识点都能落地、能复用。所以，恳请各位此刻放下忙碌或打起精神，带着你在实践中积累的疑问和思考，跟着我们一起沉浸式学习。相信我，你在市场中卡壳的那些瞬间，今天大概率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接下来，请允许九九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去的我因为家庭变故、投资失败、生活所迫，我被迫成为了一名多边形战士。我曾经是一名保险代理人，长期在一线和客户打交道，让我深刻的理解信任、专业和长期主义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在保险行业看见大健康的未来风口以及深度的趋势，加之多种缘分的结合，我毅然的走进了爱健康。此前我也曾做过 IT 和工程项目经理，因为 IT 公司已经上市，我与股权擦肩而过。而地产工程在中国已不是朝阳行业，甚至危机重重。而现在，我是一名爱健康的创业家，从为他人规避风险到为他人创造健康与财富，身份在变，但我利他的初心始终没有变。正是这份初心，让我在爱健康的平台上找到了归属感。也希望今天的小小分享能让屏幕前的你感受到这份事业的温度，也期待和大家一起把这场学习变成一次真正能落地、能提升、能带来蜕变改变的课程。接下来在正式开课之前，我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陈源老师。他是资深的职业经理人，拥有非常丰富的团队管理和商业运营经验。他还是资深连锁餐饮投资人，对标准化体系、流程管理、门店复制和规
规模化的增长有深刻的理解。在爱健康的事业中，陈元老师更是总500幸福长，在市场一线和团队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用他的专业与格局，带领着众多的伙伴在爱健康事业里实现成长，以拿到结果。他的分享向来干货满满，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交给他，有请陈元老师。我现在把麦交给您，大家公屏一波13171314，走起。非常感谢啊，我们美丽优秀的九九老师给今天的这堂课带来这样子耳目一新的一个开场啊。我跟九九老师的这个合作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那九九老师您稍作休息啊。那九九老师已经对我做了这个介绍了，很简单，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大家此刻好，我是陈媛。那在爱健康，我不仅是产品的受益者，那更是商业模式的这个获利者。那爱健康事业于我来讲，真的就是让我带着成长走向成功，也因着这份价值我找到了一群优秀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这里感恩大家。那我们都知道，爱健康的事业要有一份利他的心我们一定是通过帮助别人，进而去成就自己。那只有他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才有可能来了解这个项目或者来使用爱健康的产品直至说看懂以后一起全力以赴。所以我们的所念所想所做都是给予对方的需求切中需求，满足需求，引发需求，才会有未来的市场。那也就是一句话，任何人只有得到需求的满足，才有可能转身成为分享者和我们的合伙人。所以这节课真的是重中之重，继昨天小英老师的这个列名单带来的就是行动圈的第2大课。好，那很开心今天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给我一点时间，我来跟大家共享一下课件。好，大家可以看到正在共享。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课件吗？ OK， 好，那我们都知道，暖身摸须它主要就是分为4个章节沟通暖身挖需求，进而我们去做这个小组的复制，因为做的就是一个复制的事业。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口乃心门之户爱健康事业最大的成本我们做市场就是沟通做对自己，然后我们再去复制团队。那所有的团队的建设最大的成本也是沟通。所以我们知道沟通是打开心灵之门的金钥匙那这个沟通是为了建立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去产生影响力，产生链接力。所以一场高水平的走心的有效沟通，不仅可以引导对方我们去挖掘需求去创造需求，去引领需求目的就是达成这种共识去创造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沟通是一切的这个开始。这个怎么翻译也翻不到。OK， 好，
那我们知道啊，沟通的漏斗原理，我们说我们知道的同时也会带出我们想表达的部分，但最终对方我们的朋友他想听的就剩下60%。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倾听的能力他接收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进而呢，他听到的又减掉了10%，剩下50%。那最终他能够理解的内化的又减掉10%，剩下40%。那最终呢，结合他自己的认知以及他的当下他能够接受的呢，又扣掉了10%所以最终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记忆力以及他的这个个体差异，最终呢，我们给出的这个所谓的90%到70%、60%、50%，他记住了，仅仅就剩下10%。所以从这一组数据也就是沟通的漏斗原理，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实听的永远是感受，而不是语言内容本身。所以怎么说比说什么是不是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要的只是我们所有表达内容的1个到2个的价值点，能够形成共鸣，能够达成通识，那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千万不要贪多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长篇大论，或者是这种填鸭式的这种说教永远是给到对方情绪价值。今天我们不是要去说服他要去教育他，而是在我们给到他的这个信息层面呢，有1到2个价值点能够为他所用，那就已经是这个非常的给力了。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给到的能量，给到他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远远是超越时空会成为语言之外最重要的无声推手。我们经常会讲哇，这个人一走出来，我就觉得给我安全感了就是莫名当中我就被他吸引了。为什么？因为这种气质、这种气场、这种能量的传导，已经让我愿意心门打开浑身长满耳朵去听他表达，去靠近他，亲近他。所以话术呢不仅仅是我们专业的呈现更不是说一个技巧，而是我们的心理建设，我们自信我们当然结合专业，还有就是我们综合的一个素养的统一体现、集中体现。所以最好的话术是对方需要什么并不是说今天我想告诉对方什么，而是取决于对方他想听什么，因为他的需求一定很多的。那切中第一需求，那就是重中之重。那当然我们说好文章不如真感情，真诚就是必杀技，真诚、自然、朴素的表述，永远胜过华丽的语言。所以话术它不是说华丽辞藻的堆砌，而不是说今天我是一个表演家，我是一个演说家，而是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就是切中他的需求去体现、去表达然后去给到他解决方案那这样的一个顺畅沟通，不仅是专业的表达，关键也是我们高情商的一种体现，以及我们综合素养的一种表现。所以沟通的漏斗原理一定我们牢牢记住，不是说今天给予100%，它全部都能够吸收。好，那在沟通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这个走过的路都是不一样的。那来自各行各业来自不同领域，大家的学历、年龄都是不一样的。那在沟通中一定会产生意义。那大家看到这个意义，不要担心觉得完了
哎呀，这个我表达的他不认可，哎呀，他怎么丢出这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会去定义这场沟通可能不顺利，不一定是有异议就一定有后面的共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以这个积极正面向上的这种心态来面对异议？那我们要采取应对的技巧跟方法，也是以正向为基础的。那核心是什么呢？一定要以对方的感受为核心记住我们任何的关系一定是对方舒服不然他心门一关起来，你说的再对，他也会变成杠精，因为那个时候他会觉得你不理解我，或者你是这个否定我过去的选择，你否定了我，那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一定是以感受，以这种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合理专业的这种表达，最终让他来信服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达成共识。所以当异议出现的时候，我们遵循以下3个原则。第一个现在是就是对方的感受，我们予以理解跟接受因为为什么？我们想想，我们当初是怎么走进来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推荐人，我们的大 A 老师，他一说我们就全盘接受、全然接受这个是概率是非常小的。我们是不是也是充满着这个小叛逆，或者是我们也是小杠精那想想自己的过往，我们就欣然的接受，表达我们最初也跟你一样的，我们认同理解对方目前的感受，那带出过去式其他人的感受，我们朋友的感受，我们充分的类比，列举一些自身或者是我们身边朋友过往也有过类似跟相同的感受比如我当初也是一堆的保健品那为什么我能够去认知 NMN 可以跟所有的营养素它1+1大于2，不会让我们浪费，反而会协同我们这个也一大罐一大把的产品可以得到更好的吸收跟转化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原来 NMN 的选择，它不是说冲突，它是可以融合的。所以那还有就是，哎呀，我原来进入这个行业，我也觉得我有点畏难，我觉得我做不来。那后来在咨询线的充分沟通在这3场或者2场的沟通当中，我发现了原来做这个行业是有人教、有人帮、有人带，那我只是做我自己的15%，哇，原来这件事跟区别于传统。我的推荐人，我的咨询线是全世界最希望我成功，他一定是掏心掏肺，会调动一切的资源来助力于我的，所以我突然间有了安全感，所以可以类比自己跟其他人过往的感受。我们先跟后代先认同，然后再去引导。那最终最后一个就是经验的总结我刚才已经就是前置了。我们发觉这个时候给予明示或者暗示都是通过一个事实，通过一个已经发生的结果，我们经过检验经过我们去实践实操，发现原来所有的过往的固化的认知，那个只是过去式。但是我通过我新的发现、新的听见、新的看见、新的学习、新的实践我给到一个总结，这个新的观点跟结论对你是有用的，你跟我的过去很像，那么我现在会带你来到这样的一个新行业、新经济、新圈子我们一起来破圈，我们一起来拿结果。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个做到的总结我们得到的。所以看到意义，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不好了、慌张了，而是机会来了。那当然，在整场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心闪心谁都不愿意被否定
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应有的发光的悠长的一面。那我们也都知道，赞美是沟通法宝懂得赞美，善于赞美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同情心、有理解力、有吸引力的人当然，这个赞美的前提不是非常的不切实际我们一定是以事实为准则在给予对方尊重的同时我们要鼓励对方引导对方，我们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友好走心的交流氛围千万不要这个互相 PK 互相的指正互相的抬杠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也不是这个不会走向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那这种氛围一定是大家一起来共同创造，所以我们一样的真诚就是必杀技真心实意肝胆相照坦诚相对。当然我们的措辞一定要得当，给出的赞美一定要恰当，一定要真诚每一个人这边讲到了都有他的优点长处跟过往的成绩，多给对方一些赞美表扬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所以永远不要吝啬自己的看见与给予对方的这适当的赞美那赞美因人而异，突出个性做组织行销，做爱健康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会阅人无数，我们会在这个最深的红尘当中去修己度人，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这个看见不同的人，那我们就会练就火眼金睛，那我们也就会情真真意切切的同时，我们给出的看见跟赞美就会切合实际那它又是具体的，不是就是非常浮夸的一句话，让对方觉得流于形式那合乎时宜合乎时宜就是切忌反推崇，我们一定要给予，希望他有怎样的一个品质，希望他能够拥抱新事物那我们就大胆的给予他这样的一个帽子给予他这样的一个期盼那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就会好像被催眠一样就真的就会打开耳朵来听我们讲，甚至会表达自己。那赞美一定是最高能量的传递，因为他也会来发现我们身上的优点，那赞美对方的性格，赞美对方的品格，赞美对方在过往行业经历中他沉淀下来的一些智慧。那这3个点总结起来，我经常在用的就是这个某某总某某老师，他真的非常愿意对新生事物，对新时代充满着好奇心他会对这种新的商业迅速做出反应，他也一定会先把最新的资讯接住打开心门来了解，然后他乐于助人，他热爱分享他的成功就是一种习惯他非常有财商，所以他为什么会积攒这个财富呢？是因为他理财，财也理他他非常爱交朋友等等等等，这些好的品行、好的心性切合爱健康具备的红苹果的特质，我们一定大胆的给予出去，给出去，夸着夸着他就具备了，夸着夸着他就接住了。所以我们的欣赏与赞美一定是围绕着接下来你想要怎样的去暖身挖虚去展开的，它不是盲目的。那你做到了这些这个基本点，场面也就被你控制住了。我们说的控场能力就是这么来的那沟通的3把钥匙给到了大家3个这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问的学问，我们都说这个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问占沟通总时长的10%，那这个问
一定是围绕着主题，要智慧的问，有力量的问。那问哪些问题呢？问开放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沟通中，很多的这个伙伴走向市场，走向人群，哇，已经看这么好，千好万好，我快快的告诉他快快的走流程注册选套餐。当然，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给到时间去这个给到这个环节的。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直接就走这个流程，或者直接就去讲爱健康，对方他就会干嘛？误会，他觉得你今天就是想这个来搞定我。你今天虽然我们是要成交他，这是我们的自信，但是于对方而言，他会觉得我们没有暖身，直奔主题，他心门会关起来。所以我们先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问和观念有关的跟这个时代趋势有关的开放性的问题，就是没有固定答案，但是呢，他一定回答的答案就会落在我们想要的这个框框当中他尽情的讲，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他到底有没有观念他对这个健康赛道他有怎样的认知他对这个国情国策，对全球观，他有怎样的一个洞见，从而我们就可以判断了，接下来我们拉到哪一个维度，哪一个段位去跟他对话。不然呢，有的时候他接不住或者是他没有观念，那这个时候就要开观念，你就不慌切中主题。所以问回答 yes 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问与爱健康价值能否链接 yes 的问题。它不仅是人性中的同理心，更是他的这个价值主张，以及他的这个财商的高低以及共情心就是我们去创造认知以及观念上的一致性。所以问重不重要？很重要。再用这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快速的去思考。接下来我们这个就进入第二个环节，听的艺术。就是听你看到了没有？比重占到70%，哇，那这个就是重中之重，占整个沟通时长的70%。聪明的聆听，智慧的聆听，不仅是尊重对方的重要表现，关键是我们不单单是要尊重对方，我们要在听的过程当中干嘛？找到对方真实的需求这个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职业素养，关键是专心听。你不管是现场做笔记，拿出纸跟笔做笔记，哇，对方一定感动。哇，你如此这个尊重我，如此的这个认真，那我一定也认真，这个就来匹配了。他用心的去感受对方，重复对方观点以及他重要的话语。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接下来如果换麦的话，对方他就不会粗心，或者是他就会刻意的也会去营造他要认真的听你讲。所以这个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你再给他做榜样，等一下他就会有效的来回应你所以但是这个听的艺术也是听的这个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就是你能够挖掘他的第一需求，你能够听出他的卡点，听到他的痛点，为你后续的沟通打好扎实的基础。那我们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嘛？不是说今天就让他都跑到北京去了，你说哎呀，那听既然这么重要，那我就一直听吧。好了，没有有效的回应，就没有这个高效的控场。那等一下都跑到这个温哥华去参加6周年庆了，你还在听，那这个要命了所以我们要有效的回应，要这个部分虽然只占沟通时长的20%，但是对我们来讲就非常考验我们的基本功。不仅复述肯定对方的话语我们重复对方所说的重点词句，就是你要去整理，那一定是围绕着我们要聊的核心，那将自己的这个对他这个重要话语的理解回应给对方建立
简单又亲和，关键是干嘛？认同、赞美、重复的这个对话，一定是要有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财商，比如说他的建商，比如说这个当他丢出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需求，我们理解他，我们共情他，用对方能够接受的，就是熟悉的方式，就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回应，然后去表达，因为要跟他形成链接，不能我们对方没有观念，我们去跟他讲这个新经济，跟他讲这个私域，他听得云里雾里的，那就是用对方能够理解、熟悉的方式，我们再去这个回应跟表达。那暖身是挖虚的开始，成交的99%取决于暖身的程度，所以这个三态我们重不重要？心态、形态、状态，放下得失心有足够的这个自信跟足够好的心理建设我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成人达己。这个心态就是经常可能有人说这个成交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把这个资讯给到你，不对，成交与否很重要。当我们把所有的动作都做了，这个时候才是说，我们100分了，那剩下的交给对方来决定。所以一定是心中有剑，有剑，手中无剑。我们一定很自信的，我们今天就是在给予你这个心态，给到自己，好，能量给到自己。然后呢，问问自己，别人为什么要相信我？当你有专业的时候，你就专业制胜，成交为王，是吧？因为你有足够的专业跟抓手，跟这种价值杠杆，你可以去帮到他，给到他解决方案。那当我们没有专业的时候，我们有能量，为什么呢？因为他进来是跟爱健康取得合作，今天给机会的，给股权的，给带着成长走向成功的，一定就是爱健康创新科技公司。所以爱健康创新科技公司这扇门，我们走进来，我们就是一个信使，我们就是一个伯乐，我们就是一个桥梁。这个就是问问自己，因为有爱健康，所以你就一定要跟着我这个状态、心态、形态一定要给予自己加持。那这个最后的这个高姿态、高能量，我们今天不是求人，不卑不亢的同时，我们记住，我们就是手心向下，我再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拥抱健康的机会，给予你一个消费季投资的机会，我给予你一个就是借东风、借船出海的机会所以这个一定是三态要给到自己。这个是回到2那暖身前的这个准备，我们这个昨天小英老师给到我们的这个列名单以后不是说马上就自己就去做喇叭了，那有没有可能把机会说成误会大概率的，所以不要立即找朋友讲先做哑巴不做喇叭，遵守48小时的沉默原则。那我们既然不做喇叭，要做什么呢？对照系统的葵花宝典总结出来的19个不同行业的人，想一想，我们关心朋友的同时如何去做到专业的交流、走心的交流，高效挖到对方的需求。我们说无需求不展业，所以这个需求有很多，我们要找出第一、第二需求，对不对？那朋友又是来自不同行业，所以这一点就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然后呢，去找到自己的咨询线、指导教练去做模拟，也就是我们的会前会，学习如何在自然交流中应用前面的3F 原则去这个不仅呈现的是一场充满艺术感的交流，关键是给到对方非常舒服、非常舒适、非常有希望会让他重新找回自己曾经不敢想的梦想，去放大他的这个我们讲的挖洞天乐。这个不是说下一个套路，而是让他觉得哎呀，这个产品我一定要用这一个产品我用了我就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我们可以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所以这个暖身是非
重中之重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一定要找到教练，找到咨询线老师，进入这样的一个暖身流程。第一，先关心赞美朋友，讲自己的事情，或者与对方有共同经历的事情，是引发话题。我们可以去营造一个开心的氛围，让对方先就是我们讲的给予对方情绪价值，他感到开心、舒服、被尊重，那他就心门就不会关起来。那了解对方的这个状况重不重要啊？聊天中去找缺口，问问题，听观念，他有没有危机感啊？他有什么愿景？他对未来的想法，我们去产生这种碰撞共鸣，然后再用共同的观念形成的这种观念以及价值去吸引影响对方，让对方有好奇心，让对方认同你、欣赏你，才有后面的。就是当我们明确对方的需求一定是建立在信任的这个基础上那如果只是这个信任他的心门还没打开，我们强植入、强输出，那就会适得其反。所以暖身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我们说成交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暖身更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定是不要让不对的人跟事来消耗自己。他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因为爱健康是对的事，对不对？但是找对人重不重要？要找什么样的人呢？想改变现状的人，而不是去找你认为他需要。其实爱健康是人人需要。为什么说爱健康赋能百业这个不分年龄，不分这个背景，不分财力不分你地域人人都需要。但关键他觉不觉得他需要，他想不想改变，他对方思考的观念方向跟观念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真正的形成价值共识跟链接。所以暖身也是我们一个大量翻牌的一个过程。所以聆听看看他有没有认知观念重不重要成交不是说今天，当然有没有说面子单，有没有说这个人情单，结果也杀出一匹黑马有。但是更多的很多人他不想成为你，因为当时你把他成交的感觉他不愉快，他会觉得太可怕了，我不想成为这样子被人讨厌的人，所以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吃货或者是小范围的分享家。在你后续感召要把它转化为创业家的过程中有难度，那是因为他有不愉悦的经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是一定时刻要记住就是一定是一个愉快，给到他一个愉快的开始。所以暖身的次数取决于关系的远近。那针对陌生人，一定是要先建立信任通过这个建立信任，再输出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要忘了，陌生市场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所以针对陌生人的部分这个虽然要多次的沟通，但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我们应该的必经之路吗？那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一定是先问候暖身，通过共同经历的话题，我们重建信任关系。那一般在3次左右那不能一上来就跟他巴拉巴拉讲，那他就会被吓到，他觉得原来你虽然我们的目的是利他的，但是他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卖货给我，你是不是要挣我钱所以这个一定是先暖身。那有一定感情基础的这种这种通过些许的暖身你也不需要说大量的暖身，那通过这个欣赏心、赞美心这个好言好语，我们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提出问题，发现他的需求这个是在这个有一定感情基础上，那我们就是可以缩短暖身，但一定也要暖身，发现需求马上提出问题，给出方案，那强关系就更简单了，有力的发问直接进入挖需求环节，针对痛点进行邀约
强关系就很简单，你给我5分钟，给我10分钟，哈。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痛点跟需求了，那直接就是灵魂拷问呐，直接就是邀约了。你是这个财富自由了，但是你这个一定是买10送10我们好好的拥抱这个生命科技时代好好的活10年这个爱健康还还你10年。那如果你是需要一个机会，很简单，跟着我干我这个可以带你拥有千军万马。等等等等那强关系那就是简单直接了，那力量、能量专业都可以一起拿出来用，所以取决于关系的远近。所以列名单重不重要？列名单分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把名单做一个分类那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需求，只有先满足他最迫切的需求，也就是第一需求，才能有更高的需求去满足愿望。所以找到对方的需求，满足他的需求，才是合作的开始。那我们的需求无外乎就是6大方面我们有家庭、有职业、有爱好、有梦想、有这个建商，还有财商。那建商跟财商都是在不同的维度跟不同的高度。那我们围绕着家庭、职业、爱好、梦想它有怎样段位维度的建商跟财商呢？这个挖虚看去这个6大方面，其实最终就是落在了建商跟财商这2个点上。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520包括我们1314的这个模板上面，它都会这个所有的冒号背后的这个内容，我们都是要去这个细细的掰扯。那3心2意4点1线，围绕着我们聊天的价值，以及我们要体现怎样的一个人文我们拥有怎样的一个品行就是3心2意4点1线那这里又做了一个重复，就是我们一定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长，欣赏心、利他心、同理心这个是一个抓手。2意呢，先求有再求好，先做朋友，先有情义再有生意，即便生意做不成，我们先做朋友我们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这句话就非常的这个这个非常的现实，千万不要说像陈元以前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到现在这个人依然没有来，我给他的硬伤。所以当时就是简单粗暴，但是呢，后面当我改正了以后，我发现先做朋友，你怎么拒绝？你说我是这个什么肖什么肖，你觉得我是怎样？但是我只要跟你做朋友，我发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都来了，都在来的路上。所以先情义后生意4点就是对方的亮点，我们要看见，痛点更要看见。第一需求点一定是打在我们给到他的方案这个上面。那围绕着爱健康的价值输出这个4点。最后一点，你的4P 过不过关？优化版的4P 就是爱健康的价值输出爱健康的价值输出就是我们要给到他方案了。那通过天线感受到我们的能量磁场，这里是讲到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线下做温度，我们能够让对方看到我们的综合素养，我们的这个职业情怀，我们的职业操守，我们的气质，我们的笃定，我感受到我们的能量。但是在线上展业一样可以通过打开视频，通过我们聊天的，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的这个颜值，不是颜色的颜是语言的言通过这个 WiFi， 通过视频，通过音频，依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能量跟磁场。所以这个刻意的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进入了摸需求的流程一样的起承转合肯定亮点赞美起那建立关系就一样的，从对方的这个职业经历言谈中，我们捕捉到
我们收集到对方的优点长处，不断的肯定和赞美。那在这个赞美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开放性的问跟讲别人的故事透由这个6方面从低需求向高需求的去层层递进的去发问，做好这个笔记我们不管是手记还是心记、脑记，我们的用心让对方感受到了，我们关键自己拿到了对方的痛点跟缺口，这个时候就来转转什么呢？就是需求点，用在心中去评估对方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需要解决的方案，然后呢去这个引领价值点，就是美约和好，在交流中我们到底要用上哪一些与爱健康价值有关的信息去做价值引领。我们说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但今天来到爱健康就是一个价值引领、价值归属，所以去促进有效的跟进跟邀约成功，乃至于成交成功无外乎就是身体状况、财富状况、他的家庭社交圈层以及生活方式。那这里预埋伏笔是指，如果你不能在这个能量成交、简单成交、信任成交，这个你没有办法一气呵成的时候，我们就是透由摸需求的流程起承转合当中，你去埋下漂亮的伏笔这个大家我们一起温故知新，大家都能理解的，对吧？那挖需求避免的雷区这里就有这6个点，避免没完没了的问对方没有回答的兴趣，感觉你简直就是好像要触碰我的隐私，那这个一定是雷区。还有避免自说自话，这个就是成员的过去拼命说，没有共情，标点符号都没有，结果对方新闻就关起来了，看到我就是嘴巴一张一合，说什么内容他完全感受不舒服，所以他不想听那得失心重这里自说自话，我们可以就是我有一句话，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共勉一定是互动式那得失心重，只想要结果，缺少真挚为他人着想的心态，有推销的嫌疑。那这里我有自己的理解，我一定是有得失心的，但我的得失心是打在利于你也利于我，我们是共赢的这种价值主张。今天不是说我得你失，是我们你得我得，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我是一定有目的的，我一定有得失心，但是呢我不会让你不舒服，我一定是挖痛天了，因为我知道你的痛点需求被我摸到了，你的结果也是我的结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我本着真诚，就是这个我真诚心，我掏心掏肺的为你着想，我没有推销，我今天是手心向下，我是给予你的，我没有推销的嫌疑回去以后你复盘我也复盘，你复盘完以后你就忘不了我了好，那价值点不够，这个是雷区，业务知识不全面，价值链接不多，打不开对方的心门那这个就是承上启下，前面全部都讲过了，这里又重复，一定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的基本功、业务能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给予的价值点多不多，能不能链接到对方的需求，给予对方适配的方案，这个是决定了对方能不能打开心门的重中之重，不能针对第一需求来深挖，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误区。你没挖到需求就着急去讲产品项目，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卖货郎你就是来强推销，缺少同理心，甚至去 PK 了，甚至去指正了，产生了对抗情绪，你就把他心里的那个叛逆的那个小鬼激发出来，那下一次你打电话他就消失了你再联系他，他跟进的机会都不给你，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好，那以上所有的我们讲完了以后，如果这些内容我们都能够做对自己，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聊天高手，我们成为一个挖需高手，我们成为一个成交之王，
做对自己，那你接下来爱健康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的团队。那我们能不能成为团队的天花板啊？成为团队的锅盖？不能，我们一定要去做正确的复制。那来到了小组复制，运用小组的教练式的沟通，去模拟挖需求的过程，人人都要学会有效沟通，人人成功，那才是大成功。所以学习实践的流程，做对自己。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团队复制，才有办法去创造裂变。那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啊，学习这个实践的流程啊，透由会前会或者是这种小组的模拟演练啊，先分组，3人一组，一个做观察员，一个做 B 角，一个做教练啊。那第二步就是 B 伙伴分享名单啊，就围绕着前面讲的，一定要暖身挖虚啊，我们真正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这个第3步就是教练跟 B 伙伴开始演练，教练扮成 B 扮成他的朋友那个 C 角，然后另外一个伙伴来做观察员，给予反馈，然后我们还可以干嘛？换角色，再次的来交叉练习。好，那最终我们透由会后会的一个总结，真正的总结方法啊，有效的这个经验，再拿到市场，走向人群去实战。遇到问题以后，我们再回来，再来做总结。我们无复盘不翻盘，遇到问题我们再来做高效的沟通，再给予方法。你看这样的一个流程是全团队的集体跃升，是全团队的一个集体成长。所以绩效重不重要？总之重不重要？目标重不重要？全团队的集体跃升、集体成长，其实如果说我儿子经常问我妈妈，如果怎么样，我就给你2个答案。我说你这个问题无厘头，我不回答啊。他说没有选择，就是2择1，你必须给我一个回复。我经常被动的去跟他玩这个游戏，但我今天也想讲，如果说这个绩效目标摆在这边啊，然后呢，这个给我一个千当大王，但是他不学习不成长啊，不按照8米爱的这个成长路径来走，他是一个千当大王，我也不敢要，因为那个是昙花一现。我如果说今天来一个他不会成交，但他很爱学习，简单相信听话照做，愿意用8米爱的流程去这个复制成功，这样的伙伴我要，因为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我们要的一个是这个无有团队，要的是有结构的一个这个胚胎组织，它可以生生不息，而不是今天热闹一阵子，完了就沉默这个好几倍的一阵子。所以成长很重要，学习很重要，实操更重要，流程大家拿去用。所以注意事项很简单，角色设定清晰，我们有 B 角，有 C 角，有观察员。内容更重要，针对 B 角名单中的实际人物，这个一定是要套比如说昨天我聊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个业内人士，他提出了，你说这个你不也是有要求的吗？你要复购，那我们复购有什么好处？完了，这个问题我不会答了，我被这个问题卡住了。好，回到场景当中来，我们就针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来提出这个意义，进行沟通。沟通就围绕着3F 原则，赞美他这个问题背后有礼包，你提出这么好的一个问题，然后交流的内容比例我们围绕着这个问问题重复对方的话，然后用这个4点法去引领价值，最后做出总结。一样的，我们针对不同行业的人，我们学习如何沟通，熟练暖身挖虚的正确方法，就是打在基于爱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是一场心流的链接，更是一个价值引领的，还有给对方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爱与心的一个交流。对方难道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终身难忘的画面感吗？后续他
用上产品的时候，他会在想，我当初是怎么被沟通进来的？太舒服了，太愉悦了，哇！这个所有的老师就像是懂我心，就像我get 到我们说打在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位。我也想成为这样的老师，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教练。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跟我们同频共振啊？所以我们说千道万啊。时间来到这啊，PPT 也结束了啊，我给它结束一下。说千道万来到这，我们想不想让别人成为我们，就是呈现的不仅是爱健康的价值，关键是别人想不想成为我们啊。所以既是做爱健康，又是做对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所以爱健康的价值主张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所以时间到这啊，成员给到大家的这堂课啊，我们今天就到这。我把麦克风给到美丽优秀的九九老师，感谢大家的聆听。九九老师，麦给到你。陈元老师辛苦了，您先喝杯水啊。亲爱的伙伴们，时间过得真快，大家此刻是不是和我一样，听都听不够，心里面装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首先，请允许我提议，让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和屏幕上的鲜花那都已经飘起来了送给陈元老师，感谢他把多年实战中沉淀的沟通智慧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们。每一个案例，每一句点拨，都藏着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笃定和对伙伴们的用心。谢谢陈元老师。其实刚才听陈元老师分享时，我不止一次又一次的被戳中。原来我们在市场中卡壳的地方，早就有了破局的答案。比如前面那句“沟通是舒服，不是说服”，一下子就点醒了我。以前我总觉得要把产品优势4P 等说透，却忽略了对方是否愿意听，结果却越说越像推销，反而拉远了距离。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沟通，它就像太极一样，太极推手，彼此有来有往，让对方觉得你懂我，而不是你要推销我。这份舒服的分寸感，比任何华丽的语术话术都管用。还有里面强调的，最好的话术是需要，更是让我醍醐灌顶。我们总想着我要告诉对方什么，却很少停下来想，对方现在最缺什么，最在意什么。就像咱们推荐健康产品，有人在意睡眠，有人在意精力，有人在意父母的身体。若不先找到对方的第一需求，说再多的产品都是徒劳。真诚自然的回应对方的需求，远比背熟话术模板更有力量。这大概就是真诚自然的表述胜过万千华丽语言的真谛吧。说到3F原则，面对异议时，那个感受、认同、共情、表达观点、达成共识的逻辑我想也是这个解了很多伙伴的燃眉之急比如有人说我不需要，与其反驳，不如先接纳对方的感受。表示我特别理解，以前我也和你一样的想法，在慢慢用故事、用案例搭建沟通的桥梁，最后找到彼此都认同的点。这样不硬碰硬的智慧，不仅仅适用于事业，更适用于生活中的每一次沟通。而关于赞美的学问，真心实意、坦诚相对、措辞得当、事实恰当，这几个词让我想起了我自己曾经踩过的坑。应该说我踩过了很多坑，为了拉近距离，我经常刚开始我就乱夸一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要正能量，要热情积极，结果呢对方反而觉得不真诚。现在我才明白，赞美它要像花浇水，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比如看到对方气色好，我就说您最近状态真好，是不是有什么保养抗衰老的秘籍？这样又具体又自然，还能接近到我们后面要聊的话题，这才是走进人心的赞美。陈元老师还点出了我们常犯的错，比如说
找不到痛点，经常巴拉巴拉说个没完，不带标点符号的。我经常就这样自说自话，价值点链接不够，又急于推销，有做招募动作，又很少演练，这些不就是我们偶尔会把资源，应该说常常会把资源说死的原因吗？想到陈阳老师说，自己曾经拍案而起，扬长而去。我我我也曾经因为对方的不理解拉下脸生气，心里面还想，哼，你今天看不起我，不支持我，以后我让你高攀不起，会自己生闷气很久。但我现在想想，其实是自己的问题，一切根源在于自己。我总觉得我懂就行了，却忘了去沟通是对方视角。总觉得演练太刻意，平时不愿意演练，想着上场了自然而然就会讲，我只要记得真诚就行了。但实际上，每一次自然的分享背后，它都是练了无数次的结果。好，今天的 B 训，与其说是训练培训，不如说是一场复盘，让我们看清自己在沟通中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调整。而最大的收获是明白，暖身挖需求不只是技巧，更是一种把对方放在心上的思维。暖身前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形态、状态。沟通时带着开放性的问题去问，去倾听对方真实的需求，及时给予有效的回应。陈云老师刚才讲的这些，我都深深的记在心里。挖需求时，我以后会贴着对方的真实想法去走。小组复试时，我会把这些心得手把手的交给上面的小伙伴。做到这些，我们的事业之路一定未来会走得更稳更顺。最后，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这些启发回到市场中，把学到的用起来。爱健康的每一份成长，它都藏在学与做的循环里。我们只要跟着系统，简单听话照做就好了。好，再次感谢陈元老师，感谢每一位在线的伙伴。今天我们的 B 训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好，伙伴们再见。啾啾老师很棒。